急着要用现金，走在路边看到个 ATM 机，就像看到救星，管他3721，卡插进去，密码一按，拿了钱就走人。这个动作你是不是熟练的不得了？如果你也是这样，老蔡我今天可得赶紧拦住你，给你提个醒，你可能从来没留意过，就在你急着确认取款金额的那个屏幕角落，会飞快地闪过一行小字，或者突然弹出个小框框，就因为你这一眼没看，或者说根本懒得看，你口袋里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挣几块几块的悄悄溜走，全进了银行的账，一次2块、4块、5块，你是不是觉得，哎呀，小钱而已，无所谓？兄弟，账可不是这么算的，咱们来掰扯掰扯，你一个月这样乱插卡取钱取几次？3次、5次，就算每次只收你4块钱，一个月就是10几20块，一年下来是多少？稳稳的200-300块就没了。这200-300块够你给家里买多少顿好菜，够你充多久的手机话费，这钱丢的冤不冤？我是蔡志林，在健康之道这，我不跟你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就专聊怎么让你捂住钱包，让该你得的钱一分都别少。今天要聊的这事特别关键，尤其是最后我要告诉你的那个王者级方法，很多银行内部的人自己都在偷偷用，能让你这辈子在 ATM 机前再也不当冤大头。你耐心看完，我保证值回你接下来的这几分钟时间。首先啊，咱们得把根子弄明白，你卡里的钱到底是怎么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取钱动作就飞走了的。很多人心里有个误区，觉得我钱存在卡里，那就是我的，我想取出来，不是天经地义吗？你银行凭什么还要额外扣我的钱？这里啊，就涉及到银行系统里一个核心的运作概念了，叫做跨行交易结算成本。咱们国家的银行虽然通过银联这个系统全都连起来了，让你能拿这张卡的机器取那张卡的钱，但是各家银行，比如工行、建行、招行，他们都是独立核算，自己管自己账的。当你拿着比如健康银行的卡插进了财富银行的 ATM 机里，这一刻就触发了一个跨行交易。对于财富银行来说，他心里可不乐意了，这机器是我买的，放在这儿的场地是我租的，每天的电费是我出的，最关键的是，这机器里嘎嘎新的钞票，那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押运公司的武装人员开着运钞车一箱一箱运过来，再人工填进去的，这个过程成本非常高，所以财富银行不可能白白给你这个别家银行的客户服务，他得收一笔过路费来覆盖这些硬件、运营还有押运的成本。那你的发卡行健康银行呢？他也觉得有成本，因为你用了别人家的设备，他需要进行数据清算，处理这条交易记录，所以他往往也要向你收一笔钱，两边的费用一加，就是你现在通常看到的一笔固定手续费，2元到5元不等。以前更狠，异地跨行还要按取款金额的百分比收，最高能收你50块。现在虽然改革了，但这笔固定的买路钱还是行业的普遍规矩。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那种无感支付带来的麻痹效应。现在的 ATM 机设计流程里，其实按规定它必须履行一个告知义务，通常就是在你输完金额，最后猛戳确认键之前，屏幕会突然弹出一个提示框，上面写着本次交易将收取手续费 X 元，是否继续？但是根据银行后台的统计，超过90%的人在那个急着拿钱走人的时刻，心情是急躁的，手指头比脑子快多了，那个提示框可能只闪了0.几秒，你根本看都没看，甚至觉得是个碍事的广告，下意识的就按了确认或者继续，结果就是机器哗啦啦的吐出了你要的1000块钱，你心满意足，但你知道吗？你卡里的余额扣掉的不是1000块，而是1004块，那4块钱是悄无声息的额外从你余额里划走的。很多人取了钱根本不查短信通知，不打开手机银行对账，这笔隐形的开销就这么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持续着，你自己还完全蒙在鼓里，这就叫温水煮青蛙，是的漏财。光说概念你可能不疼不痒，咱们来算笔实在账，让你从骨头缝里感受一下这笔冤枉钱的分量。假设你是个平时习惯用点现金的朋友，或者家里有老人喜欢用现金去买菜，平均下来1个星期去 ATM 机取1次钱，这个频率不算高吧？1个月就是4次，如果每次手续费是4块钱，1个月就是16块，
一年下来就是192块，听起来100多块好像也不多。那我换个算法，刺激一下你，现在你去银行存定期，1年期的利率低得可怜，大概就在 1.5% 左右。你想一下，你要在银行里存入多少钱，存够整整1年不动，才能拿到192块的利息？我帮你算好了，你需要存入差不多13000块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每年因为随便插卡取钱而浪费掉的192块手续费，就相当于把你辛苦攒下的13000块钱存银行1年所产生的全部利息亲手给扔了。你想想，你存钱是为了赚点利息，结果取钱的时候手法不对，反而把利息全赔进去了，这岂不是白白忙活一场？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对于那些做生意、经常出差或者资金流动大的朋友，取钱频率高，一年被扣掉上千块手续费的大有人在。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凭什么白白送给银行？说到这，肯定有朋友要反驳了，老蔡，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急用钱啊，难道为了省这4块钱，我还要打个车，开个车，满城去找我那家银行的 ATM 机吗？那油费、停车费都不止4块了。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也是咱们今天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在这个遍地都是不同银行 ATM 机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真正的随用随取，还1分钱手续费都不花？我把方法总结成了3个段位，从青铜到王者，总有一款适合你。咱们先说说青铜段位的方法，手机银行扫码取款，这招特别适合那种出门匆忙忘了带卡，又突然急需用钱，而且运气不错，眼前正好有一台你自己发卡银行的 ATM 机。现在大部分 ATM 机都升级了，你走到机器前别急着插卡，仔细看屏幕，一般在主菜单或者显眼位置会有一个选项叫扫码取款或者无卡取款。操作起来很简单，打开你银行卡对应的手机银行 APP， 找到里面的扫一扫功能，去扫 ATM 机屏幕上显示的那个动态二维码，然后在手机 APP 里输入你想取的金额和交易密码，确认之后，旁边的 ATM 机就会乖乖的吐钞了。这个方法的优点很明显，就是解决了忘带卡的尴尬，也完全避免了卡被机器吞掉的风险。但我为什么只把它评为青铜呢？因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跨行收费这个顽疾。很多银行的规定是，你用我自家的 APP 扫我自家的机器免费，但如果你妄想用 A 银行的 APP 去扫 B 银行的 ATM 机，对不起，这依然算是一次跨行交易，该收的手续费一分不少，所以这招只能算是个应急锦囊，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接下来是白银段位，我管它叫乾坤大挪移转账法。这招需要你稍微多动一下脑筋，多操作一个步骤，但能立马省下手续费，而且完全合规合法。它的底层逻辑是建立在现在手机银行转账几乎已经全面免费这个好政策上的。我们来还原一个真实场景，你手里拿着一张健康银行的卡，但此刻你人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眼前只有一台财富银行的 ATM 机。如果你直接把健康银行的卡插进去，那4块钱手续费铁定被扣。这时候你摸摸钱包或卡包，如果你刚好还有一张财富银行的卡，哪怕里面余额是0，神操作就来了，立刻掏出手机，打开健康银行的 APP， 使用转账汇款功能，把你需要取的现金，比如3000块，实时转到你那张财富银行的卡上。现在手机转账基本都是秒到账，而且同行异地、跨行转账基本都是免费的。钱笛一声到账后，你再从容的拿出那张财富银行的卡，插进面前财富银行的 ATM 机里取款。这时候，对于这台 ATM 机来说，你的身份彻底变了，你不再是来蹭设备的外来户，你是堂堂正正的本行客户，再取本行的钱，手续费自然就是0。这个方法逻辑完美，非常好用。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你得提前准备好，随身带着好几家不同银行的卡片，或者你运气的好到刚好带了对面那家银行的卡。那么有没有一种终极方法，可以让我只用一张卡走遍全国任何一台 ATM 机，不管红的、绿的、蓝的，插进去就取钱，永远不收我1分钱手续费呢？当然有，这才是真正的行家秘籍，也是金融行业里一个不小的信息差，也就是王者段位办一张终身免费的神卡。
很多朋友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只认准那几家国有大银行，觉得他们网点多，牌子硬，最安全。没错，存大额资金，办一些复杂业务，找大银行确实放心。但如果你只是想办一张用于日常消费、灵活取现的卡，大银行的收费门槛往往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客户多，不愁没人来。你知道吗？在这个市场里，还有另一类银行在拼命抢客户，就是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还有那些新兴的主要做线上业务的互联网银行。他们的痛点就是物理网点太少，自己家的 ATM 机更是没几台。为了弥补这个巨大的短板，为了从那些巨无霸银行嘴里抢点客户过来，换句话说，这手续费不是不收，而是他们银行自己掏腰包帮你出了，这就是他们为了拉客户心甘情愿付出的获客成本。具体怎么操作呢？你完全不用去注销你原来的工资卡、房贷卡，你只需要抽个空去办理一张这类明确标识着全球 ATM 取现免费或全国跨行取款免手续费的储蓄卡。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商行或者像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这类互联网银行都有这个政策。拿到这张神卡之后，你就把它当成你个人的现金枢纽站，每个月发工资后，或者当你预感到近期需要用现金时，就用手机银行从你的主卡里转个几千块备用金到这张免费卡里。平时出门，钱包里就只放这一张卡，需要现金的时候，你的眼睛就解放了，根本不用找是哪家银行的机器，看见 ATM 机就过去，直接插卡、输密码、取钱。屏幕上如果跳出提示说将收取手续费 X 元，你别慌，那是提示给普通卡看的，因为你用的是特权卡，这笔费用最终不会从你的账户里扣，银行后台系统会自动帮你核销掉，这才是真正的一劳永逸，让你彻底摆脱手续费的困扰，实现取现自由。省钱是第一步，但在健康之道，我老蔡觉得光教大家省钱还不够，安全比省钱更重要。在 ATM 机前面操作，除了别乱插卡送手续费，还有3件保命符一样的事情，你必须给我刻在脑子里。第一，插卡前先动动手，养成一个肌肉记忆般的习惯，在把卡插进去之前，用手去捏一捏、晃一晃那个插卡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犯罪分子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做一个假的，跟你手机壳似的读卡器套子，严丝合缝的套在 ATM 机真正的插卡口外面。你的卡一插进去，磁条信息瞬间就被它侧录复制走了。真的 ATM 机插卡口一定是坚固的一体化设计，如果你发现它松动了，边缘有胶水的痕迹，或者凸出来一节不自然的塑料部件，100%是被动了手脚，千万别用，立刻转身走人，有条件的话打电话给银行或报警。第二，输密码时遮天蔽日，这件事老生常谈，但永远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很多人卡被复制了，但钱没丢，为什么？就是因为密码没泄露。现在的偷窥技术可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戴个墨镜站你身后了，而是用针孔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可能藏在键盘上方的挡板缝隙里，可能藏在旁边吐槽口的装饰条里，甚至可能伪装成旁边广告牌上的一个螺丝钉。所以，不管你觉得周围环境多安全，哪怕是在银行大堂里面，输入密码时都必须严格执行最高标准，一只手输入，另一只手一定要伸出来，手掌弯曲，像个小房顶一样，把整个密码键盘区域严严实实的遮盖住，形成绝对的视觉死角。只要密码不丢，就算坏人复制了你的卡，也只是一张没用的塑料片。第三，遇到吞卡，人别走开。骗子有时候会故意制造故障吞卡，然后在 ATM 机旁边贴一张看起来非常逼真的故障报修电话。你一着急打过去，对方就会自称是银行后台工作人员，以帮你取卡或解冻账户为名，诱导你说出密码，或者让你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记住老蔡一句话，真的银行客服永远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取款密码。如果卡被吞了，正确的做法是人不要离开机器，防止有同伙在你走后把卡弄出来，立刻抬头看机器上有没有张贴银行网点的紧急联系电话，或者直接拨打该银行的全国统一客服电话，比如95XXX开头的现场求助。如果是白天，直接进银行大厅找大堂经理最靠谱。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老蔡就再多唠叨几句，因为在 ATM 机面前，除了跨行手续费，还有几个更隐蔽、更坑人的隐形杀手，一不小心损失的可就不是几块钱，而是几百上千，甚至可能让你惹上麻烦。首先，最要命的一个误区就是错把信用卡当成储蓄卡来取现。很多人钱包里卡多，一着急抽出一张就插进 ATM 机，结果取钱的那张是信用卡。你一定要搞清楚，用信用卡在 ATM 机上取现金，那不叫取款，那叫预借现金或者透支取现。这4个字背后的代价高得吓人。第一，它从你取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免息期，立刻开始计算利息。利息通常是每天5%，利滚利，年化利率超过 18%。第二，绝大部分银行信用卡取现本身还要收取一笔手续费，一般是取现金额的 1% 到 2.5%， 而且有最低收费，比如每笔最低收10元或30元。你想想，你取1000块应急，可能先被扣掉25块手续费，然后每天再产生利息，这简直是花钱买难受。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和家人，去 ATM 机取现，眼睛瞪大点，认准卡面上写的借记卡或者储蓄卡，看到信用卡、代记卡字样的，除非是火烧眉毛救命，否则绝对不要插进去取现金。其次，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王者大招，办中小银行的免费卡，这里头有个技术细节，我必须给你补充明白，不然你可能办了卡也取不出大钱。这就是关于一类卡和二类卡的区别。现在为了反诈骗，银行对新开卡的管控非常严格。如果你只是去柜台说我要办张储蓄卡，没有任何资产证明或者充分的用途说明，柜员大概率只会给你开一个二类户。这个二类卡也能存钱取钱，但它有个要命的紧箍咒，每天所有渠道转账和取现的总额通常被限制在1万元，甚至只有5000元，这就麻烦了。万一你家里突然有急事，需要取2万块钱现金，跑到 ATM 机前一操作，提示超限额，那得多耽误事。所以大家去办那种终身免费的卡时，一定要多问柜员一句，您给我开的是几类账户，是一类卡吗？如果对方说只能开2类卡，你一定要问清楚日限额是多少，能不能满足你可能的应急需求。如果觉得限额太低，可以尝试提供一些辅助材料，比如社保缴纳记录、本地住房合同、驾驶证等，向银行申请升级为1类账户或者调高限额，千万别等急用钱的时候才在 ATM 机前傻眼。再来，咱们得了解一下 ATM 机它自己的小脾气。你可能遇到过想取2万块，但机器一次最多只能吐3-4千，你得反复操作好几次。这真不是机器跟你过不去，主要是受粗糙口的物理结构和验钞模块的安全性限制。为了保证不吐假钞，不一次吐多张， ATM 机每次出钞的张数是有限制的，一般一次最多吐100张纸币，也就是1万元，如果是100面值的话。而且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的车手快速取现，现在监管要求很严，很多银行对 ATM 机设置了单日累计取现上限，一般是2万元。如果你需要取5万元现金，哪怕你卡里钱够，你也得连续跑2天 ATM 机，或者更规范的做法是提前通过手机银行预约，然后带上身份证件去银行柜台办理。这个知识点很重要，家里万一有急事需要大额现金，别想着半夜去 ATM 机就能搞定，得提前规划。最后还有一个虽然概率极小，但一旦碰上就能让人头皮发麻的情况， ATM 机存钱被吞了没入账，或者取出来的钱里发现有疑似假钞或残缺币。遇到这种事，第一反应千万别是完了，然后扭头就去找人。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原地别动，最好是站在 ATM 机正前方的摄像头底下。如果取到问题钞票，立刻把这张钞票举起来，正反面，特别是钞票上的那一串冠字号码，在摄像头前清晰地展示一下，同时可以自言自语说清楚 X 年 X 月 X 日 XX 地点 XX 银行 ATM 机取出的第 X 张钞票有问题。现在的 ATM 机都有冠字号码记录功能，它吞进去和吐出来的每一张钱号码都被记录在案，你只要在监控下留下了证据，后续银行一查流水和录像，这笔账绝对赖不掉。
但如果你一时慌乱，拿着钱离开了监控范围，再回去说机器吐了假钱，那可就真的有理说不清了。把这些都搞懂了，你才算真正玩转了银行卡和 ATM 机，既能守住钱，又能保障安全。在这个人人都用手机支付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重视现金和取现这件事？很多人会说，我微信、支付宝全搞定，根本不用现金。但老蔡在健康之道要给你一个忠告，家里和随身包里永远要备着一笔应急的现金，因为数字支付的一切都依赖于网络和电力，万一遇到大范围停电、基站故障、手机丢了或者没电，甚至是一些特殊的紧急情况，实实在在的钞票就是你最后也是最可靠的保障。但是使用现金绝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被动的接受银行的收费收割，我们要拒绝懒惰，不要为了图一时之快，看到机器就乱插卡。我们要善用工具，把手机银行的转账、扫码功能灵活运用起来。我们更要构建一个聪明的个人金融体系，比如办一张合适的免费神卡，把它作为你的家庭现金池。理财不一定非要去股市基金里搏杀，很多时候真正的理财智慧就藏在这些你每天都会遇到的生活细节里。你省下的每一笔看似微不足道的手续费，加起来就是你全年一份实实在在的毫无风险的收益。这也正是我们健康之道所倡导的生活哲学，不该花的钱一分都要计较，让我们的财务状态更健康。该享受的生活我们也要尽情投入，让我们的身心状态更健康。好啦，聊了这么多，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回忆一下，去年你大概给银行贡献了多少笔 ATM 手续费？有没有哪次因为赶时间，明明看到了收费提示，还是忍痛确认了？或者你已经是有免费神卡在手的逍遥派了？欢迎在评论区里聊一聊，晒一晒，咱们互相提个醒，一起把自家的钱袋子捂得紧紧的。关注健康之道，我是蔡志玲，我的任务就是帮你在这复杂的世道里多省一点，多安心一点。咱们下期再见。